欢迎回到 Made in Taiwan 系列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些故事，看看台湾是怎么用细节与坚持征服全世界的心。5. 台湾芒果，夏日的黄金香甜。每到夏天，台湾芒果的香气就像一张无形的邀请卡，把人们带进热情又甜美的季节。在众多品种中，爱文芒果最有代表性，它的外皮呈现橙红色，果肉细致，甜度高，香味浓郁，几乎没有纤维感。对台湾人来说，芒果冰、芒果牛奶，甚至切块直接吃，都是夏天的日常享受。但对许多外国人而言，这却是一种奢侈的幸福。在日本，台湾爱文芒果可是高级水果的代名词。进口的爱文芒果经过严格筛选，往往只挑选外形完美、重量适中、甜度达标的果实。一颗在东京的百货公司水果柜里，售价甚至可以飙到上千日元。尽管价格不便宜，日本消费者仍趋之若鹜，因为台湾芒果的香气与甜度是其他产地难以取代的。我认识一位日本主妇溜米，她第一次买台湾芒果时，其实是抱着偶尔犒赏自己的心情。回到家后，她小心翼翼地切开果皮，当金黄色的果肉露出时，一股浓郁的香味瞬间充满厨房。第一口入口，她忍不住闭上眼睛，感受果肉在舌尖化开的瞬间。她说，那不只是甜，更像是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。从那年开始，台湾芒果就成了她家每年夏天必备的仪式感。而在香港、新加坡等地，台湾芒果也是节庆礼盒的热门选择。尤其在新加坡，台湾芒果的促销广告常搭配限时供应字眼，因为一旦当季货源结束，就要再等1年。这种错过就得等的稀缺感，更让它在海外市场持续走俏。其实，台湾芒果的魅力不只在于味道，还在于背后的细心栽培。农民会在开花后仔细套袋，避免果实受虫害或雨水影响。收成时又会依熟度精准判断，确保送到海外时正好是最佳食用期。这份细致让台湾芒果成了名副其实的夏日黄金。对许多外国人而言，台湾芒果不只是水果，更是一封来自热带的甜蜜情书。6. 台湾单车，征服环法与奥运的速度与灵魂。在国际自行车界，Made in Taiwan 这几个字就等于品质保证。台湾拥有全球顶尖的自行车品牌捷安特 Giant 与美利达 Merida， 他们不只是城市通勤车的代名词，更是世界级比赛的常客。从环法自行车赛到奥运场上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台湾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好的单车？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制造链完整到近乎艺术，车架、齿轮、刹车系统从设计到生产，台湾都能自行完成，并且精准控制品质。这种稳定性让专业车队敢在世界舞台上使用台湾单车，因为在极限赛事中，一个零件的失误可能就会葬送整场比赛。我认识一位来自荷兰的自行车爱好者 Ray， 他热爱挑战长距离骑行。有一次，他决定带着自己的捷安特公路车来台湾环岛。那趟旅程，他骑过北海岸的浪花，穿越花东纵谷的道浪，甚至挑战了惊险的苏花公路。他告诉我，最大的感动是这台陪我征服世界的单车，竟然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制造的。在欧洲的单车圈，当有人看到 Made in Taiwan 的标签，会直接说那一定是好车。更有趣的是，在环法赛事休息区，有选手开玩笑说，台湾不只是做车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这份荣耀不只是属于品牌，更属于整个台湾的制造精神。7. 台湾凤梨，甜尽世界的黄金果。台湾凤梨在国际市场的地位，其实就像芒果之于日本，榴莲之于马来西亚，一旦尝过，很难忘记它的味道。这颗金黄色的热带水果，也是许多外国人认识台湾的第一步。我的意大利朋友 Ken 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第一次接触台湾凤梨，还是在意大利的高档超市。当店员切开凤梨，递上一小块试吃时，他咬下去的瞬间，立刻被那种酸甜交织的滋味震撼到。果肉细致，汁水饱满，和他以前吃过的凤梨完全不同。那时他对台湾这个地方几乎一无所知，
只是被一股浓郁的香气吸引，他当下就买了一整颗带回家。结果家人一吃，也立刻成了台湾凤梨的粉丝。多年后 Ken 来到台湾打工换宿，恰好在南部参与凤梨采收工作，这才真正体会到这份甜美背后有多辛苦。凌晨5点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跟着当地的阿嬷和农夫们带着头灯走进田里。潮湿的土地沾满露水的凤梨叶，摸起来带着微凉的刺感。割凤梨不是轻松的活，叶片上布满锋利的倒钩，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。Ken 说，那天他的手臂被划得满是红痕，但当他在田边吃下第一口刚削好的凤梨时，所有的辛苦都化成满嘴的香甜。他印象最深的是采收结束后，阿嬷们坐在小货车旁分食新鲜凤梨的画面，一边笑着用台语聊天，一边切凤梨分给大家。那天的太阳刚好升起金色的光，洒在一篮篮凤梨上，像是为这片土地打上的聚光灯。台湾凤梨在出口市场的成绩同样亮眼，主要销往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加拿大等地。在日本，台湾凤梨因为无需削掉太多硬心，甜度高又少酸，被消费者誉为最贴心的凤梨。甚至在社群媒体上，日本网友还会分享凤梨不切片，直接掰着吃的有趣吃法，并标注 Taiwan Pineapple。Ken 说，他回到意大利后，每次在超市看到台湾凤梨，心里就会涌上一股熟悉的感觉。那不只是味道，更是他在南台湾田野间的回忆，和那群用台语教他说假霸梅的阿嬷们的笑声。对他来说，台湾凤梨不只是一种水果，而是一段永远带着阳光香气的故事。8. 台湾茶叶，茶香飘向世界。台湾茶叶的名声早就传遍全球，无论是阿里山高山乌龙茶、东方美人茶，还是日月潭的红玉红茶，在国际茶叶竞赛中屡屡夺冠，甚至被誉为世界3大高级茶之一。对台湾人来说，泡茶或许是再日常不过的事，但对许多外国人而言，这杯茶的香气是台湾最独特的名片。在欧洲和中东的高级餐厅、5星级饭店，常常能看到饮品单上标注 Taiwan Tea。这不只是因为品质好，更因为台湾茶带有别处喝不到的特色：高山乌龙的花香，东方美人的蜜香，红玉红茶的薄荷肉桂香。每一种茶都像一首不同的诗。我曾经在伦敦遇到一位英国茶商，他对我说，红茶是日常，台湾乌龙是享受。他第一次喝到台湾高山茶是在一场国际食品展，当时一位台湾茶师用小茶壶冲泡，水温精准控制在摄氏90度，茶汤呈现透亮的金黄色。他端起杯子轻踹一口，先是淡淡的花香在口中绽放，接着是细腻的甘甜慢慢回韵。他形容那是像走在清晨的花园，阳光洒在花瓣上。在日本，台湾的东方美人茶也有很高的人气。这款茶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依赖小绿叶蝉叮咬茶芽，使茶叶在发酵时产生天然的蜜香。日本茶友们常形容它是带着果香与蜂蜜香的奇迹，甚至有人专门飞来台湾，只为了参加东方美人茶的产地茶席活动。台湾茶农的用心体现在每一片茶叶上。高山茶园往往位于海拔1000公尺以上，云雾缭绕，日夜温差大，让茶叶生长得缓慢而香气浓郁。采茶时，工人会在清晨露水未干前进行手工采摘，只取最嫩的1心2叶，保证风味的纯净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，让台湾茶在国际市场上屡获肯定，像是在世界绿茶评比和国际优质茶竞赛中，台湾茶常年拿下金牌。对外国人来说，一杯台湾茶不只是饮品，而是一段文化体验。那是一段来自山林的故事，一份职人精神的结晶，也是台湾细腻与温暖的象征。看完这8个故事，你有没有觉得心里暖暖的？ Made in Taiwan 正在世界各地闪闪发光。如果你知道更多在国外爆红其实来自台湾的产品，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们一起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力量。